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入春后的惊喜改变。那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呢，是来自于全世界，有些朋友呢是来自于北半球，很多朋友来自于北半球。那我自己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呢，是生活在南半球啊。所以说，其实在对应着这个节气里啊，南半球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入秋嘛。很多国家会以阳历的3月1号这一天作为入秋日 ，OK。那在我们的北半球，尤其是这个中华的一个文化里啊，可能我们都会用农历来看这个时辰和日期嘛。所以说，我们就用3月1号的这一个大概左右前后的时间节点哦，我们去连接这个入春或者是入秋之后那么宇宙呢会带给你的惊喜改变。所以无论这边是北半球的朋友，你们在经历着入春，还是南半球的朋友，我们在经历的是入秋。我们要来看的是在2024年的3月份到6月份之间，这3到4个月这一个节气里，或者是这一个季度当中那么我们可能会迎接到的惊喜改变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里面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了一个能量宝石，我压在这副牌上面了这个呢是一个蓝色方解石 OK。 其实大家也可以跟这个就是塔罗牌嘛直接的去连接我们今天的牌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塔罗牌组来连接这个入春或者是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好了，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的这个能量宝石，你看一下这里是一个粉水晶，好，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的一个能量宝石是这个氢蛋白石，氢蛋白石，好，这个是你们的牌OK。好了，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就是能量上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我们一起来连接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入春后或者是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有哪些？2024年的3月到6月份有怎样的好事情？有怎样的惊喜？有如何的变化是我可以期待的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哪一副塔罗牌，在能量的当下和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在连接能量的时候，你感觉到比方说有一副牌卡，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或者是2副组牌同时呢都非常的吸引你，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还有关于你的这个讯息是被分在2个牌组里面，
也就是说2副牌的内容里啊，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对应或者是有帮助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宇宙的讯息，入春后或者是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那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副塔罗牌，然后呢你们的能量宝石蓝色方解石，好，放到一边。OK，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入春后或者是入秋后的惊喜改变。所以呢在进入到今天的塔罗牌连结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第1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的第1张能量牌卡，我要先给大家抽出来今天的主牌。OK， 让我们一起来啊，找到今天的主牌能量，入秋后或者是入春后的惊喜改变，感恩宇宙。好，第1副牌的朋友，入春后或者是入秋后的惊喜改变。3月到6月 OK，Alright， 今天有2张牌耶。好，第一个能量呢是知识，第2个呢是创意奇迹。OK， 这2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啊，当下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的这个惊喜，3月份到6月份，这个能量会集中在知识、智慧，追逐自己的热情。OK， 那么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你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呢你会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或者是说在3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你将发现啊，通过读书，通过看到的知识，学到的知识，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哦，原来我喜欢做这个，原来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我想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去学习这个技能，或者是这个知识点，或者是这一个领域啊，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这边感觉到第1个吧，有很多朋友在这个3月到6月份，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好的学习的这个能量啊，你会学习，或者是你有机会学到很棒的知识。OK， 第2个能量呢，就是我觉得你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啊，去追寻你的热情，也就是去走你喜欢走的路，你想去发展的自己。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塔罗牌，具体的信息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入春后的惊喜改变。感恩宇宙。选到第1副牌的朋友啊，入春后的惊喜改变是什么？第1张牌是宝剑七的逆位，第2张牌是战车，第3张牌是金币侍者的逆位，第4张牌是权杖侍者的逆位。 OK， 你们要打破2个能量啊。好，来看一下选择第1组牌的朋友啊，入春后的惊喜改变。首先第1张牌，这个是宝剑七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呢，我觉得是当前有可能啊，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困惑到第1副牌的朋友的一些能量点。如果当前呢，你觉得有一些思想，或者是有一些别人给你的一种教说，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或者是对你的要求啊，也许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讲非常的有压力，或者是你觉得说好像让你觉得不对，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跟我们说教我们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OK， 好像我心里觉得，对不对？你说的未必是真的吧？会不会太绝对？会不会太过于主观呢？所以宝剑七的逆位第1张牌，我感觉到有些朋友啊，是在你周围的这个圈子里，或者是一些别人给你的声音，别人的一些思想啊，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迎合，没有办法去认同。
所以你呢，可能在这个阶段里啊，非常希望能够有新的能量啊，去给你的思想一个新的指引，或者是一个新的方向。那么实现这个事情的方法是寻找这个知识。那么这个能量呢，我对应在当前连接到的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入春之后嘛，或者是入秋之后，你们可能会遇见新的朋友，你们可能会遇见新的朋友带给你的新的思想，或者是你们可能会在学校里面啊，认识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会在工作的环境当中认识新的，比方说工作伙伴啊，或者是新的更加，我觉得是更加有精力，看得更加高、更加远的一些前辈吧，带给你的一些新的他们的一些人生领悟。OK， 又或者有些朋友啊，我觉得这边你们的学习意识很强嘛，所以有可能你们会在一些书籍当中找到你现在心中的困惑所需要的答案和养料。所以第一张牌我们所看到的入春之后的惊喜变化，我觉得是直接对应在这个知识里的。也许现在有一些朋友你心里有困惑，也许现在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非常的委屈，因为这个能量可能你接受不了，你没有办法去认同它，但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出路在哪里，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用这么的难过。那么这个答案就是在知识里。所以呢，入春之后啊，这个惊喜变化，入秋之后，要么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会通过学习，通过书本，通过比方说你的课啊，找到你目前心中的这个困惑的答案；要么就是你在入春之后、入秋之后，将遇见新的，我觉得是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贵人，或者是老师和指导的人员啊，会给你带来新的可能。OK， 而且我这边听到是有可能你会主动的去寻找，因为我这边的第二张牌是战车嘛，你们有可能会主动的去寻找怎样让自己在当前的局面和状况当中去更加的稳定，怎样让自己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之下能够更加的独立和勇敢，能够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心意，能够在思想当中能够看见一条明确的方向，而且不是说被别人影响，或者是一定要听从谁，而是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判断，你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引导你生活的方向，或者是你思维的一个导向。这个能量是当前我觉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第一个能量入春之后的一个惊喜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跟一个能量做一个和解，这个能量有可能是别人强加于你的。当前这个能量我觉得你可能不是特别的赞同也许是别人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你觉得不对，或者是别人说希望你这样去学习，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或者是有人强加的给了你一个思想的负担，你可能觉得受不了，你想要去挣脱，你想要去摆脱，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呢，你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知识的面前吧，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怎么讲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我们主牌里的这个能量就是知识能够带给我们光明，知识能够带给我们智慧，知识能够带给我们勇气，知识能够带给我们爱，知识还能够带给我们机会，知识也能够带给我们前途。如果你现在想寻找的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现在的梦想和你现在的处境，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和谐和统一，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季度里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让自己好好的学习，让自己重新开始继续学习，你将找到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将帮你带到你理想的方向里去。无论这个理想是情感的是精神的，是勇气的，是智慧的，还是金钱相关的，那么你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OK， 让自己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OK， 你们需要加入新的能量了第一副牌的朋友，入春之后、入秋之后，你们需要进入新能量，你们也需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海绵，去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技能，好不好？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季度一定会让你们过得非常的精彩，你自己也会对自己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人在学习的时候，人在往前前进的时候，
尤其是思想在往前，我觉得是上升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心啊就会有那种光亮和温暖，就是滋养你，因为你知道你在变好，你知道你自己越来越优秀，那么顺其自然的，你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也会觉得非常的就是认同自己，这样子的能量和频率啊，会把你带入成功。所以我们的第2张牌就是战车，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引导自己的生活。好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2张塔罗牌。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啊，第2组能量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能量呢，我刚才讲的是打破2个结界啊。第1牌的朋友，这个能量在指向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这张牌 Page of Pentacles， 入春之后还有入秋之后呢，我们刚才讲过，你会进入到学习篇章，人生的学习啊，这个知识的吸取。Page of Pentacles 呢，它的这个结界的打破在于什么？在于说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当前吧，你觉得自己想去学习，你自己呢很想去提高，但是呢当前的这一个人他阻碍你，或者是有一个思想他在限制你。我们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比方说工作里面，你觉得自己在今年想去学习新的技能 ，OK， 去拿到更加有挑战的项目，或者是你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年学到一些不一样的知识，而不仅仅只是做当前手头上的工作，已经做了那么多遍，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你想自己去成长，想去学习。可是呢，你的团队的人，或者是你的领导、你的上级又或者是你的这个小组长，他们不想让你去学习，他们限制你，他们可能给你灌输的是你不用学习，你不需要去提高，你不用去担心，你只需要做好当前眼前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宝剑七的逆位。那么宇宙在讲，你一定不要被这个能量所影响。每一个人呢，其实都需要学习。当你有了一颗想要去进取、想要去学习的这颗心，这一定是积极的一个能量，它不是一个错误的能量。所以有人告诉你不用学习、不用上进，他一定是骗你的，他不想让你好，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呢，不能听到这个声音，更不能被它影响和改变。所以你的第一个结界 Page of Pentacles 这张牌啊，如果你的学习，你想要获取知识，是倚仗这个人去教你，或者是倚仗别人对你的帮助的话，你一定要打破这个思想。Page of Pentacles， 宇宙在讲，入春之后还有入秋之后，你一定会寻找到新的知识，你一定能够找到我觉得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这个代沟，就是这个知识嘛。那么不要去想着别人教你，或者是别人带领你。Page of Pentacles 逆位是说，也许有些东西你需要自己完成。因为 Page of Pentacles 有很强的能量，是说要去跟别人学习或者是说被别人带领。但是这个逆位的能量让我看到的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大胆一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更加主动的去找到自己想要去学习的那个技能，或者是找到那个知识里的那个gap。如果你很想做成更高的事情，完成更加有难度的挑战，那么知识技能没有办法到达那里怎么办？我们自己去学，我们去找其他的方法去学习，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补足的。这个就是 Page of Pentacles 逆位。不要想着别人教，别人带你，如果这些人他不愿意教你，不愿意带你，你不能停下来，你自己要努力，你自己要去学习，你自己要去自学。这个是第一个结界这个是你会打破第一个结界。只有当你去放下和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再去倚仗别人，不再去依赖他的话，那么你一定可以去学到你想要去寻找的知识，你想要去寻找到的这个答案。 OK， 第一个。好，第二个能量第二个能量呢是 Page of Wands。 这张牌呢讲的是权杖侍者。这张牌是在讲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人生的当下的阶段和能量里面，宇宙说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冒险，但是不能冒进。在当下的能量当中，尤其是下一个季度这个春天的季度，或者是我们南半球秋天的这个季度，其实我觉得宇宙在指向的是一个要稳定的，我觉得是要有热情的，要坚持的一种能量信息，而不是随意的去打破，随意的去改变。在这里我们确确实实有创造的能量，但是这个创造的能量呢，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完全把原来的东西丢掉或者是放弃。
我看到的能量更多的，尤其是权杖侍者的逆位，它给人的感觉是我们要在当下已有的环境和条件继续向上追求，继续向上去寻找。在这里啊，如果当前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现在的这个状况里，你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一点干瘪，或者是有一些地方觉得没有什么创意，又觉得自己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激情、美丽和这种旋律的话，那么你需要去在当下的能量当中给自己奏响这个生命的乐章。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生活里面啊，去寻找快乐，去寻找你想要去寻找的那些机缘。因为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说，我们可能不能倚仗别人去教我们，我们不能去倚仗别人去所谓的施以援手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自己走这条路。这条路不是说把原来的这条路放弃，我们不走了，我们去寻找新的方向，不是，而是说我们要在现在已有的方向里去更加稳定的、成熟的去追逐自己的热情和梦想。就好比说，我们并不是说因为你告诉我不用学习，你当下不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放弃这件事情，而是说我会自学，我会去找其他的方法去填补我现在知识里的一个gap 这个区间，然后呢，我会很有热情的，并且是稳定的前进。我的工作不会被比方说耽误这边我看到一些朋友工作上的能量不会被耽误，而且你是找自己的课外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时间去填补你的热情，去填补你的爱好，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做了，都不学了，完全去追逐梦想，而是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稳定的去追逐自己的梦，追逐自己的热情。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音乐，你喜欢美丽，你喜欢装点你的家，这些能量跟你当前的工作还有学习并不冲突。你要在稳定的生活里去寻找你的梦想，去实现你的热爱。 Page of Wands。 接下来的这一个季度入春之后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你们热情的、勇敢的、稳定的继续向前的一个时间段。战车牌，你要去平衡你生活中的黑与白，你要去控制生活里的两极对立和冲突。有些时候所谓的两极对立和冲突，可能仅仅是增强你的时间。比方说，你的家人需要你的时间，你的工作需要你的时间，你的热爱、你的兴趣爱好需要你的时间，对不对？你自己也需要你自己的时间。这些能量在时间的角度里，可能都是矛盾的，都是对立的。可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在你现有的这个状态里面去平衡它们，去控制它们，去合理的分配它们，那么你的生活将在，我们看战车牌，将在你的意识层面 OK， 在你的这个想法里去控制这个小船往前继续前进，非常非常的美好。我觉得生活在你的手中是可控的，而且呢，我觉得是控制的非常的好，又稳定又开心又快乐。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副牌，我们来看一下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当前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去获取你要的知识，好像生活当前有一点停滞你想去学习，但是呢苦于没有这个方向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一定会找到这个方向，你一定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里我觉得是完成你想要的自我提升。好，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入春之后还有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第一张牌，宇宙给你的能量是相信，相信你的感觉，相信你的梦，他们会指向你继续前往你职业的道路。也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看，我觉得你们的梦还有你们的所谓的这个感应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事业之路直接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这边可以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现在你的职业之路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更多的技能 OK， 需要更多的智慧来帮你打开这条道路，或者是扩宽你的职业之路，或者是向上提升你的职业之路。那么这个能量宇宙说，你要相信你的感觉，还有相信你的梦。感觉是什么呢？感觉里面你可能会觉得有人不想让你往前进，
感觉里可能是你觉得说当前你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完成你的梦想。这个梦是什么呢？梦是你的热情。无论在职业道路当中，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梦想是我们所谓的实现升职加薪，还是实现一个作品的从这个出生到成熟，最后是实现。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你都要相信 OK， 你去追逐你的梦想，这条方向就是你的职业之路。也就是在讲，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梦想和你的职业之路之间是有很强烈的连结的。当前我看到的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这种直觉和感应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宇宙说这个能量你的感受、你的感应直接是当前指向你的职业之路、职业发展。如果你很想在当前把自己的职业之路规划一下，或者是能够继续向前的话，那么你现在心里的这种感觉，你现在心里告诉你的这些事情，请你去承认和接受它们。也许这个能量我刚才讲过，不同意某人的观点，对不对？也许这个感应是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想要去提升自己。那么这些感觉，它们就是你职业道路当中当前所需要的养料，这就是方向之所在。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能量都是在指向你的职业发展。你的职业发展需要你现在的感觉帮助你去突破，帮助你去向前和向上，帮助你在当前的职业之路我觉得是重新找到快乐，或者是再一次的去迎接更多的美好。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觉得做着做着就没什么意思了那么没有什么意思怎么办？我们要寻找快乐，我们要创造快乐。你喜欢做什么？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要对你的这个职业，我觉得是投入更多的爱，去给予更多的爱，你才能够感受更多的爱。所以只有当我们有热情的带着热情的这个心态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去做好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工作才能够回应给我们，我觉得是美好的爱的能量战车牌无论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艰难险阻也好两极对立能量也好，宇宙说在接下来的入春还有入秋之后你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你可以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导向你的职业之路。好，第二张牌。好，第二张牌其实是我手里的这个我感觉到非常的强烈第二张牌呢是 practice， 我们等会儿把这个牌讲一下。practice， 宇宙说入春之后的惊喜改变，你将有更多的实践的机会。我们这边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入春之后呢，你们会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你们会有学习的一个契机，你们能够在学习当中去找到答案，也能够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里面呢，去获得更多的知识。那么在这里宇宙告诉你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入春之后呢，你会有机会去让你的技能变得更加的厉害。OK， 那有些朋友这边如果你是我们看到这里你是玩音乐的，也许你会不断的去练习你的这个音乐，让你的这个曲目变得越来越好听，变得越来越有感觉，越来越有灵气，对不对？那如果你这边是画画的朋友的话，你的作品越来越充满着这个我们所谓的技能这个细节可能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接近于完美。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的朋友呢，你每天的工作看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重复，可是呢宇宙在讲这个重复的过程就是你操练的过程。如果你想在知识一边学习一边去应用的话，那么这张牌 practice 就是在讲你学到的东西直接可以拿来用。这个学到的知识有可能是跟你工作职业道路直接相关的，也有可能是间接相关的。直接相关的就是你的技能，比方说你是做这个财会的你是做 IT 的呀，你是做这个工程管理的呀，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技能。但是呢，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里面，永远都会有与人打交道的相关讯息，办公室的文化，公司的一个政治等等等等，都是其他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沟通能力、演讲能力、口才表达能力。
那么你在知识当中学到的这个技能，或者是知识当中所给你的领悟，你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得以实行，得以利用，得以练习。OK， 那么这个练习的过程就相当于是你再去给自己的这个技能吧，我觉得是增加更多的可以去帮助你的，可以去帮你解决问题，或者是可以帮助你在工作本身吧，得到更多的认可，好不好？好，第3张牌呢，我们这边刚才也抽到了，是一个 author， 是一个作者啊。他说有一个书在你的心里想要得到一种表达，请你呢花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那么这张牌呢是有关于自我表达的能量啊。其实这张牌出现以后呢，我连接到的能量是2个点。第一个，有些朋友我觉得你需要的知识在一本书里，这本书也许你都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名字，但是也许你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把它给看了。又或者是说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你会有机会去认得一个书，去认识一个作者，他能够成为你精神的导向，他能够帮助你去解决你当前没有办法看清楚，或者是你觉得好像被别人骗的 OK 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陷阱吧。你看了这个人的书，你看了这个人的文字，你就自然的知道怎么样去破解，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更加和自己的理想保持一致了。第2个能量呢，这个作者是在讲有一部分的朋友，你现在的状态里，可能你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想法想要表达出来。这个呢，有可能是你在创意当中，或者是创作当中想要去表达的一个作品。那么宇宙在讲，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你的心里，你的想法当中有一个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是以文字的形式、绘画的形式、音乐的形式，还是说与人沟通的形式，无论是什么形式，宇宙说时间已经到了，请你勇敢的把它表达出来，把它给抒发出来，把它给画出来，把它给弹出来，一定要把它展现出来。只有展现出来，你才能够去进一步的，我觉得是提升，让它变得更好。所谓的练习我们把它给创造出来，我们就是一种练习。我们把它创造出来，然后通过练习，它就可以得到一种抛光，就是这个东西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优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东西，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完美的，而是说我们先要去得以表达，然后再得以练习，最后才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状态。而完美本身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不断追求的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对吧？这个是第1副牌的朋友。那么你们今天抽到的这3张牌呢，其实很多都来自于这3张牌的能量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天命，来自于你的事业，来自于你的理想，这些能量我觉得一起所激发出来的一个能量的感应看看第1副牌的朋友你能否对应得到呢？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入春之后的这个惊喜改变来自宇宙的一个提点，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因为呢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惊喜改变其实是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呢，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那么我们需要在不断的每一个3月都去往前推进，都不断的去行动和努力，我们才能够在最后看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显化。所以呢，今天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会看到的有些内容它比较的小一点，因为我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其实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有很多的，我觉得是一些你要去具体实现的改变的东西从你的思想再到实操，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宇宙在这边是给了你机会，你也会有机会去迎接他们。那么在这里，这些惊喜，这些改变，它一点一点的叠加，最后呢就会去显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量。但是无论如何第1副牌的朋友，你要看到的是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入春之后，入秋之后，你的能量是战车，你将我觉得是成功的让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前进，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宇宙当前给你的指引。第1张牌，烟熏疗法
烟熏疗法。这张牌呢，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说，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把不好的能量变成好的能量。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生活当中有人给你一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思考方向，或者是他们在欺骗你。那么这些声音其实属于负能量，这些声音其实是不想让你成功、不想让你快乐的能量。你要把这些不好的能量变成你喜欢的香薰。你可以通过这个味道让自己去连接你的心中之所爱。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的3个月我觉得是在你的办公室、你的工作室，宇宙说其实可以在你的这个生活的范围里，尤其是工作和学习的这个范围里去加入一些你喜欢的元素，你喜欢的味道也许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的3个月你的这个嗅觉会非常的灵敏。那么你在你的工作室、你的办公桌上面放一些你喜欢的味道，让这些甜美的味道呢去提醒你，你是一个有爱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去接收，还有去追逐自己热爱的一个人。通过这些爱的能量和爱的味道，让自己不断的去，我觉得是排除不好的，排除负能量，让自己的能量和光环不断的接收美好的，不断的去扬升。那么你将会在这个能量和这个香味里面我觉得是实现你心中的所谓的信任，去坚定和坚守你需要去走的自我方向，去不断的练习，去勇敢的表达和做自己。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现在心中给自己定的这个小目标，好不好？第一张牌是烟熏疗法用美好的香气香薰疗法 用美好的香气让自己去感应这个美好的频率吧。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宇宙给你的提点，入春后的惊喜改变宇宙给你的当下提点是什么？好，第2个呢是 energy work， 这个是能量的一个练习。我们可以从这个2副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当前呢我觉得你的能量有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别人影响的。宝剑七的逆位，就有人可能在欺骗你，有人可能在用思想去引导你我觉得是不想让你前进，不想让你提高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你不能被他们影响。Energy work 的能量是说，你要去让自己的能量去连接你最需要的频率。我们这边海底轮、腹轮、太阳神经丛脉轮、心轮、喉轮、三眼轮和顶轮，这7大脉轮所有的能量连接在一起，其实是给你创造了一个能量的屏蔽。 OK， 是一个能量的屏蔽。那么你接收什么样子的能量，你的能量就会变化。如果你听从了别人的这种错误的误导，你的频率就会被别人影响。那么宇宙当前呢，我觉得是在用一个味道我觉得宇宙当前是在用一个味道去让你的频率，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屏蔽掉不好的，然后呢是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磁场，就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让你能够去感应到在你身边最近的地方都是满满的爱，都是满满的信任，都是勇敢的积极的能量。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加入一些，比方说冥想、疗愈静心、凝神，甚至是一些积极的肯定的讯息的话，我相信你的能量会越来越稳定。你的能量呢将不再受别人的干扰，你也将更加，我觉得是集中注意力，更加的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你在未来的3个月需要去做的练习和需要去完成的一个表达。这样子的一个自己调整好了你的能量一定是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战车，对吧？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迈向属于你的成功。
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今天为你们所连接的啊，入春之后的惊喜改变。我相信，那么当前你心中的困惑，也将在未来的3个月啊，寻找到你需要的答案。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呢，勇敢的做自己，而且呢勤奋的去练习。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下，你一定可以生活的开心，并且收割更多的知识还有智慧。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粉色水晶。今天呢，我们要来为你们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一下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南半球的朋友，那么你的惊喜和改变。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2024年的3月今天是3月1号做这期占卜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的是接下来的3月到6月份这3个月的时间，这一个季度的时期里面关于你的惊喜改变。那么在我们去连接这个惊喜改变之前呢，我呢会先用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选的这一副塔罗牌来抽取几张关于你们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当下状态，或者是过去有什么样子重要的事情对你们现在的一些影响，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惊喜改变会是什么样子的。好，感恩宇宙，请把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过去和当下告诉我们哦，让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能量的对应。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权杖9。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吧，宇宙在说，其实你过去的一段时间都属于非常努力的状态。你在生活当中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尝试。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结果不一定跟你想象的一模一样吧，但是呢你没有放弃你没有放弃，你一直在坚持着。所以我看到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的闪光点和这个闪耀的地方，就是你的这一份毅力和决心。OK， 你的毅力和决心，你一定在生活当中对于你的目标理想我觉得是那种不会轻言放弃的人绝对不会轻言放弃。我们这里出现的是火元素嘛，所以可以感受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传递过来的热情，传递过来的那种积极阳光的一面，好不好？这个是第1张牌，权杖9。好，第2张牌，我觉得是这一张好，这张牌是宝剑国王，宝剑国王的一个逆位。这一张牌出现在这里我觉得它的能量呢对应的是，其实很多朋友，你们刚才我们看你的火嘛，你的热情很好，但是生活的当下呢你心里可能已经知道了就说有些事情其实是蛮需要你去下决心或者是做决定或者是说你可能也很想知道你的坚持是否是值得的。你很想知道这个所谓的结果是不是真的一定会到来当下的这张牌呢，宝剑国王给我的感觉是，你生活的当下其实有一个地方蛮需要你冷静头脑，需要你去少一些冲动，多一些理智。生活的当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需要你去我们所谓的把握这个大的方向，或者是说去确认你现在生活所定的这个人生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是你心甘情愿的，是你觉得当下最值得的。OK， 所以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在当下的能量里面，我觉得有一些犹豫，有一些小小的迷茫，但是他们并不能影响你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去影响你当下的一个努力和行动没有什么事情你是坚持不了的，没有什么东西你会轻言放弃，哪怕心中有一些迷茫，但是你仍旧在努力，仍旧在行动。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入春之后，或者是南半球的朋友入秋之后你的惊喜改变。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牌，来，第2副牌的朋友看一下这个3月到6月
你的惊喜改变有哪些呢？今天的主牌是什么？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得到第2副牌的朋友啊，3月到6月，你的惊喜改变。好，今天抽到是 Face Your Fears， 直面你的恐惧啊，直面你的恐惧。接下来的这个季度啊，无论是北半球的入春，还是南半球的入秋，对，宇宙说你要去释放你真正的力量。当前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的这个努力和坚持当中吧，你的思想并没有那么的坚定啊。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你的思想并没有那么坚定，但是呢，虽然你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一点怀疑，可是你是行动派，你是积极派，你是乐天派。所以你仍旧会让自己或者是督促自己啊，不要停下来，继续。这个能量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宇宙当前呢，它告诉你未来的一个季度，3月份到6月份，就是说你一定要直面你的恐惧。所以我觉得当前吧，第2副牌的朋友，你要去看一下啦，在你的心里究竟你在怕什么？你是怕你付出了这么多，最后的结果不如你的这个理想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能量的话，你就要想，你究竟追寻的是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经历，还是说你想要的是那个结果 ？OK， 那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关于这个过程和结果，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一下子想清楚的话，你就去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所谓的结果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对不对？如果是看结果的话，每个人都一样。可是如果看过程的话，那就是千篇百律了，每个人都大不相同。那么你想给你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是一个注重结果的人，还是一个注重经历的人呢？那么宇宙当前在未来的3个月啊，我觉得会让你的这个宝剑国王的能量，这个潜力被激发。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的行动已经非常棒了，权杖9。敢于尝试，敢于坚持，敢于不放弃，这股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当前你的这个宝剑国王这种决心，这种所谓的对自己的这种清晰的认识，以及不被外面的声音所影响的能量啊，我觉得它在未来的3个月 ，OK， 宇宙会用外面的 OK， 我们在讲这个惊喜变化，有的是内在的变化，有的是外在的变化。我会觉得宇宙会有一些外界的能量啊，来跟你相遇，就是说外面会有一些显化的东西，等会我们来具体看啊。我觉得会有一些显化的东西让你去无论是从正面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关于未来的希望，还是说从侧面的告诉你也许这个恐惧你无论是怎样去看它，其实你还是会选那条路。就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在你的面前，我都觉得你一定会在未来的3个月直面自己心中的恐惧。那么当你其实很多时候恐惧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假象，它就是个泡沫啊。如果我们害怕面对恐惧，恐惧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占据我们全部的内心，让我们担忧，让我们有负担，让我们焦虑，让我们睡不着觉。可是呢，当你如果说正面恐惧的话，如果告诉你了恐惧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告诉你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立刻马上就不会再怕它，你立刻马上就会有相对应的策应，相对应的一个方法或者是解决方案去扭转乾坤吧，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很聪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惊喜转变啊，今天我看到这个未来的3个月，我们的主牌第2副牌的朋友是要么宇宙在外面会给你一些机遇，或者是给你一些我觉得是事件吧，让你直面心中的恐惧，找到这个究竟当前不敢让你去激发出你最厉害的潜能，你最清晰的思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要么就是你的心里我们这边在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看见，只要我们愿意，当你闭上眼睛，直面自己的真心，勇敢的面对心里的真相，你将看到这个恐惧。那么看到恐惧并不是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是释放掉恐惧，并且激发出你的潜能。所以我们看到当前的主牌它其实是一个飞马是这个飞马要把你带到新的方向，因为你值得拥有，
因为你值得拥有美好，因为你值得去看更美的风景。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主牌的能量。面对你的恐惧，用美好和爱来取而代之。所以我看到啊，我觉得未来的3个月的这个惊喜改变，一定是让这个宝剑国王，我觉得是真正的正位过来。有决心，坚定自己的内心 ，OK， 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啊，能力超凡，沟通表达能力是到达最高点。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啦。我们来看一下啊，对应的具体信息有哪些？入春后的惊喜变化、惊喜改变啊，选得到第2副牌的朋友，未来的3到6个月，好，这个牌飞很远哦，从这里来。魔法师，今天魔法师呢，我抽的是一个逆位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魔法师的逆位，它所代表的能量啊，因为魔法师呢是一张大牌，它所能够去驾驭的时间轴线会比小牌会多、会久。OK， 会多会久。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是未来的3个月，时间其实并不长嘛。那么这个魔法师到达这里呢，我觉得第一个能量，你的惊喜改变。第一个，我觉得你会有更多的愿意啊 ，willingness，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得愿意。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很多事情就算去做，可能也做不好。但是我们一旦真正的用心，真正的愿意啊，那就是一定能做成。所以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这边其实听到的这个愿意，更多的来自于你的决心。魔法师已经出现了，显化者的能量已经出现了。未来的3个月，我觉得就是从宝剑国王啊，我觉得是从这个牌里面风象元素到达这个大牌魔法师，你将在能量的层级，我觉得是上一个台阶。让自己看到的是你拥有所谓的这个资源，你拥有所谓的这个外界条件来实现你心中一切的梦想，去实现你心中一切的目标，你可以做到。魔法师第2个能量，魔法师和宝剑国王一起啊，他们一定是在指向有关于你的 communication， 你的沟通和交流。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无论你在坚持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去加入更多的沟通、交流和表达来实现这个理想。也许是把你的这个创意啊，我觉得是把它给抒发出来、表达出来。也许是通过你的沟通交流能力，让这些不同意你的人，或者是说工作当中 OK 可能有点怀疑这个思路的人，人际圈子里可能要疏通的关系啊，我觉得是一一打通的。他们需要跟你站在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家一起啊，同心协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面对所有的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至少你可以让一些人，一些可能有一点觉得你 OK， 有一点觉得你不 OK， 有一点赞同你，又有一点反对你的人，我觉得是更多的站在你这一边，至少不反对你，去推动你的这个行动，去推动你的计划，去让你的这个理想实现吧，让你的目标向前推进吧。魔法师，所以这张牌呢，其实它还有一个能量啊，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3月到6月嘛，我觉得也是要收集你的资源，收集你的好的人脉，收集你的一个你需要去准备的一些东西。因为魔法师他的4个宝器啊是准备好了的，所以如果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还不足够，或者是还没有准备充分，那未来的3个月呢，我觉得是一一就位啊，一一就位，因为你马上就要在这个地方去变魔术了，对不对？你要在这个未来的3个月里面要准备好成为魔法师了，你需要去让自己的全方位啊，我觉得是都准备好。也许你会有一个舞台，也许你会有一个机会去展示你的这种可能。1号牌啊，全新的开始，那是你的主场，对不对？好，第2张牌，未来的3个月啊，我们今天看的是入春之后，那么南半球的朋友，我们是入秋之后，你的惊喜改变啊。好，然后我们看到是这张牌战车，这张牌呢今天呢大家不要担心逆位的能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逆位啊，非常有可能代表的是时间，尤其当你想做的事情很大，
或者是你想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啊。那么魔法师和战车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大牌的能量，说明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一个你在酝酿的，你在准备的，你想去实现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变化，也许这个变化是能够让你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些事情。所以战车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我看到的是说战车嘛，它讲的是成功，对不对？可是今天的战车是逆位，我觉得这个战车是代表着未来的3个月时间里面，也许你还看不到这个所谓的最红最火最高的那个能量的显化，但是你一定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推进。因为战车是个运动的能量，它讲的就是推进，推进的是什么？推进的就是往成功方向去走。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战马的能量有2次，战车里面有战马这个战车它的战马是这个跑车敞篷的，而且这里是玛丽莲梦露啊，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在积攒你的人气，也许你在怎么讲？也许你在酝酿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推出，可能是你的产品，可能是你的项目，可能是你的表演，对吧？可能是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文案，对吧？也许你在酝酿一个大招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宝马 ，OK， 这个宝马，你看这蓝色的啊，你睡在它的身上，或者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豪华轿车，对吧？他们会带给你运动的能量，他们会让你去到那里，所以你相当于是什么呢？你就是拥有了一个，应该是有了一个神兽吧，你是有能量加持的，第二副牌的朋友。OK， 你有能量加持，我看到了有这个马呀，有这个车呀，这样子的能量啊，就是会带你往前推进。那么推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看到恐惧，因为离目标越近，你就会越会担心越会担心所谓的这个结论，这个结果会不会是如你所愿。那么我想告诉第二副牌的朋友，不要担心，你要坚持的往下走，继续前进，继续去做你当前没有放弃的这个工作，继续去面对你现在想要去完善和补足的东西。因为只有当你做出来、做完，并且把它交出去，把它给我们所谓的放在这个平台之上，放在这个秤上面你才知道你做的有多好。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放在大众的眼光里，一定会听到四面八方的评论，这些评论里一定有好有坏，这个是必然的现象。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在你当下还在去酝酿，还在去显化的过程当中，去做到对你自己的内心问心无愧就够了然后就是一路向前推进，绝不停下来，绝不放弃。所以呢，在战车这张牌里，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2个能量。第一个，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你的这个惊喜变化呢，是来自于你现在在努力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向前，但是呢，我觉得离最后的这个成功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今天的战车是一个逆位，我觉得时间不够，时机未到。也许你们的这个惊喜改变最漂亮的点会6月份之后了会6月份之后了。那6月份之前，我觉得你将看到是什么呢？人气的积攒 ，OK， 资源的补足，以及你强烈的一种决心，你会非常的清楚看到自己的心，你想继续，你想向前你想坚定不移，你想追逐这个目标。所以我看到是你的能量在不断的加强，而外面的条件也在不断的为你补足。因为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的话，也许会有很多人看到你的这个不同，看到你思想上的不同，看到你行动当中的与众不同，看到你这个结果其实是你坚持了很久，你努力了很久的一个成果。那么你一定我觉得这边第2副牌一定坚持，你要相信自己一定是最后是走红毯的这个明星，你将成为你生活里的明星。 OK， 不论这个观众是3个人、5个人、10个人、上万个人、上百万个人你要相信的是自己值得拥有这一份美好，而且你要心中有这个美梦，并且一直的去推进它，实现它，显化成功。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我给你们准备的第2副牌第2副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入春之后的惊喜改变。
南半球的朋友是入秋之后，我们看到6月份，好不好？感恩宇宙，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好，看一下6月份之前啊，这个惊喜改变啊，这张牌我之前抽到过，这个是疗愈、被疗愈，然后成为疗愈别人的人。那么这张牌呢，非常厉害的是说，很多朋友啊，其中在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啊，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定，因为你们的力量非常的足够，也非常的强大。魔法师和战车，尽管当前是逆位，但是你们一定是往正位的方向去前进，包括这个宝剑国王，这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领导人和绝对的成功。那么这个过程你要经历的，你要体会的是疗愈自己，被疗愈好，然后是成为疗愈别人的人。你看这个过程呢，它就是3个过程，所以你需要首先自己去经历，你首先自己要去面对你在这个成功的过程当中可能要面对的恐惧。只有你看到过这个难，并且成功了战胜了恐惧，你才有能力去成为领导别人的人，你才有能力去成为治愈别人的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别人说哦，我这个非常的痛苦，我很难过，你怎样去感同身受的去理解他，去和他共情和同频呢？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过去你所经历的，无论是艰难险阻也好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怎么样都不放弃也好，还是说你遇到的困难也好，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是你成功的一个奠基石，这些都是让你去接受我们所谓的这个天使和神谕给你的超强能力的一个台阶。那么当下呢，宇宙在讲未来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你一定是会身边和周围围绕非常多能够治愈你的能量，也就是说你的身边跟周围会充满着守护神和守护灵，他们将包围着你去治愈你的心，他们将包围你去带给你更多的坚信，或者是带领你继续向前。这条道路不容你停下来，你也不应该停下来，因为你不属于当下的这个地点，你的人生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更远的，或者是一个更加显眼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的这个道路是要成为带领别人的人，影响别人的人，疗愈别人的人，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去继续向前努力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肩上是有一些责任的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肩上是有一些责任的，所以你们吃的苦吧比别人多一点，或者是受的这个磨难比别人多一点你就把它当做能力更强，对不对？这个强者要承担一些更多的和更重的东西，对吧？加油好，第2张牌。第2张牌呢，我这边有翻开的一张，但是我手上还有一张牌，我们都来看一下好，首先吧，我们来看一下轻松一点的能量，就是这个这个是环境主义者好，这张牌呢，其实我觉得对应在生活里吧，第一个呢，其实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有关于健康。第2个呢，有关于环境健康呢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环境，那么我们身处的环境呢是我们外在的环境。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3个月，宇宙要给你的惊喜改变，也许你会去改变自己的作息，改变自己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个改变环境其实是你在意识当中去更加清晰了你的目标。大家想一想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整理衣柜打扫房子整理办公室这个时候其实很多都是有原因的。你去打扫，你去整理，肯定是因为比方说过节了你知道要为这个节日做准备，对不对？你想过一个好节，或者是你知道领导要来视察了你想给他留一个好印象，又或者是宝剑国王你找到了明确的人生奋斗的目标，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杂乱无章，这个时候你就会整理清楚。所以我听到第一个，也许在未来的3个月，你的这个清晰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楚自己就是应该做什么，想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自己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就会从你的环境当中你看
条件、环境干什么？做准备，做整理，不需要的不要，需要的补足，你才能够有效率的去实现你的目标，对不对？环境主义者啊。第二个是什么？内心的环境，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如果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的心态就会觉得漫无目的，就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像要做的事情很多，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可是呢，未来的3个月，宝剑国王的能量，我们在讲激发你的潜能嘛，你会让你的心里啊，对于你想实现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明确。那么你的心一旦这个方向啊变得清晰和明确，你就会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啊，忙事情你都知道，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完成这个，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完，就是这个目标性非常的清晰。那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效率就会变高，你在生活的时候就知道你这么努力的坚持，你吃这么多的苦，对吧？流这么多的汗，或者是说一直在努力和不放弃，它为的是什么？心中有爱，便不再害怕，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环境主义者啊，我听到的信息。而且我们看这个牌，你看他很快乐，这是个小天使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所以我觉得第2个牌的朋友啊，接下来的3个月吧，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但是我觉得你是生活、工作、努力并快乐着，快乐很重要啊。这个惊喜是你忙，虽然忙，但是呢你很快乐，因为你知道这个方向，你知道自己啊在朝向哪里。好，最后的这张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看到的啊，是 options， 是选项。这张牌呢，其实它的这个惊喜好运，它代表着意思是说，未来的3个月，也许你会看到，当你这么努力，当你这么用心，那么新的机会即将出现啊，新的机会即将出现，而这个新的机会，它不仅仅是说原来的那个不好，而是说原来的那个东西，原来的，因为这张牌它讲的直接对应的是事业之路啊，就是原来的事业方向，可能你都把它给做赢了，做好了，可是在你这么努力的环境之下，你还会看到新的方向、新的机遇，还有等待着你的新的可能。那么选择权从没有在别人手上，最后转到了你的手里。有的时候啊，在事业里面，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别人，对不对？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会无奈，可能我们得吃苦，我们得低着头做人。但是呢，一旦你的能力、你的实力、你的影响力到达一定的高度，到达一定的水准，选择权就会落到你的手中。所以第2个牌的话，你看啊，你的人生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疗愈、被疗愈，然后呢是成为疗愈别人的人。所以你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最后啊，把这个选择权放在自己的手里，不再是被别人选择，而是你去选择他们。你选择走什么样子的事业之路，你选择跟什么样子的老板，你选择 OK 是继续啊，我们所谓的高强度，或者是带领别人，还是选择一个简单和轻松的方向，这个选择权在你手中和选择权在别人手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我们看到的显化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上却有非常不一样的区别。所以这边第2个牌的朋友，如果是在工作当中，在你的事业之路里面啊，当前你非常希望能够在未来的3个月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好消息的话，那么这张牌出现代表着 OK， 你的选项即将再多一个，而且是在你的事业道路里面。非常厉害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最后一副牌。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给当下的你。感恩宇宙。刚才我看到是这张牌翻开。好，
第一张牌呢，宇宙说啊，请你好好的补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补水啊，那补水一般是什么情况呢？就我知道了啊，用脑过度的人容易缺水，用脑过度的人呢，非常需要喝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因为我看到宝剑国王嘛，我觉得也许你们是一群用脑很多的人啊，也许是想事情呢，需要思考啊，要操别人的心呢，还要操自己的心呢。那你就说，请你好好的补水。未来的3个月呢，是你需要去再一次的，我觉得是用你强大的大脑吧，去帮助你。然后魔法师也是啊，口才啊等等，你需要在思维当中不断的快速的去处理解决问题。所以呢，请你常常喝水。那么水呢，其实也是一个滋养水呢也是一个滋养。我们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平衡我这边看到这个女孩有一个秤嘛，虽然她想的是选项，但我也觉得有一个平衡嘛。那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生活当中，你也要去平衡我们在讲刚强的和温柔的东西，平衡思想的和情感的东西。你要在生活当中去找到属于你的平衡点，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开开心心的去完成你的梦想。人生的路有的时候呢，去看的话也很长，所以不要去计较一天的，比方说做了多少，或者是一时的拼尽所有的力气，而是要走一个长久的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水保持这个水分能够滋养你的身体，也能够滋养你的心灵所以呢，在未来的3个月好好的补水，不要忘记喝水哟。好，第二张牌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具体信息是什么呢？好，第二张牌呢，宇宙说请你flow就是这个柔韧吧，像水一样，或者是像水一样它是这个 flow 就是流动嘛让自己流动。所以最后的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的是宇宙希望你能够去灵活。一个是灵活，一个呢就是顺其自然。灵活的能量呢，在于说，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要去我觉得是熟悉一下外界的环境，或者是能够去在外界的环境当中做一个游刃有余吧。因为我这边也看到了一些关于魔法师里的能量战车里的能量，可能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有一些挑战，也会有一些我觉得是声音别人的声音，别人的评价，别人的闲言碎语。那么你需要去让自己灵活，灵活是为了让自己可以甄别，让自己可以我觉得是很顺滑的去过好这个生活，或者是过好这个日子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跟别人去针锋相对，或者是求一个对错，或者是争论一个输赢的话，可能我们会很辛苦会很累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让自己灵活一点。我现在想到那个词语就是像个小泥鳅就顺着滑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就要滑一点，就圆滑一点，不要去跟他们争论，不要去跟他们去辩论有些人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你，可能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你。所以就是爱你的人会更爱你，不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爱你。那与其这个样子，就不要让自己那么的尖锐不要让那么尖锐，我们要灵活应对。那么第二个能量呢，就来自于顺其自然了。宇宙在告诉你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其实你会看到很美好的东西，你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这个路上的颠簸。那这一切呢，请你都像看风景一样的去处理。如果你坐在火车上，你沿途看风景，有的时候这个风景可能会很美，让你惊叹，想拿出这个照相机去拍照。有的时候这个风景可能是桥下的隧道，它很黑，但是你的心里要知道，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暂时的，一切都是过客，对吧？一切都是过客，所以你要顺其自然的去游，无论是哪一层的风景，哪一层的水，它都有它特别的一个景象，带着一个平静的心去流动，去经历就好了。那么当你走完这个过程，你一定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看到面对内心的恐惧嘛，这些所谓的恐惧你将能够顺利的通关，而你接下来看到的风景和经历的这个美好，一定是你心中的这个理想还有显化成功。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未来的3个月时间虽然不是很长，那么我希望呢，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都能够去保持你的初心，去疗愈自己被疗愈，并且成为疗愈他人的人，用爱的能量去战胜你的恐惧。你的守护天使，你的白马，你的蓝马将带领你走向成功。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祝福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氢蛋白石，好，放在这边。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是来看入春之后，南半球的朋友啊，入秋之后的惊喜改变。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惊喜改变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用你们选择的这一副塔罗牌来连接一下关于你过去和当下的一个状态，我们来连接一下你的能量信息，然后呢我们来找到这个惊喜改变。好，那我们开始哦。我们先来洗一下牌。我们来连接一下啊，第3组牌的朋友，选择氢蛋白石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感恩宇宙。好，我们还是再洗一下吧啊。好，一张牌，我们来连接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信息。好，那么我现在呢抽到的第1张牌是 The Dream Carrier， 这个是梦想的承载者。这张牌给我的感应啊，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吧，就是我看到的能量是说，你们很想去做成一件事情，很想去做好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点不是很顺利。也有一部分的能量呢是在讲，也许你过去所选择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当前呢，你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颈。OK， 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我们在讲过不去的坎呐，或者是说遇到了一个阻碍呀，现在呢，可能你有一点身处泥泞啊。我们这张牌是个逆位的 ，OK， 我们这里是逆位的牌啊。这边呢，我其实是看到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也许有一些状况当下不如你心中之所想啊，但是呢，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怎么讲呢，就是很有这种滋养能力的人吧，应该这样讲。又或者是说，你想去发展的这件事情需要你的滋养。当前呢，也许你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点啊，它是一个暂时的。因为毕竟我们出现的牌是一个大牌，这张牌呢是梦想家的一个承载嘛，所以如果你把自己 OK 看作是梦想家，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我们所谓的梦想家，或者是希望自己成为梦想的承载者的话，那么所有的梦想家可能都需要去经历，所有的梦想家可能都需要去承载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需要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很多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这一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也能感应得到，当前你所遇到的这个所谓的瓶颈，或者是这个一段泥泞的路吧，就是一定要换一个心态，一定要去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因为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你们一定是有能力，而且你们一定是可以去突破它的，并且我也能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吧。当你给予更多的信任，当你去给出更多的爱，去爱它，去滋养它，或者是去发展它，通过学习通过你的这个能量的注入等等各种方法吧，或者是寻求一些改变，那么你不仅能够突破当前的瓶颈或者是泥泞而且我看到的是你可以发展的很好可以发展的很好。这个是第1张牌梦的承载者3号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我们来连接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状态OK， 第2张牌呢，我抽到的是权杖10，这张牌呢在告诉我目前的状态就是压力有一点大压力有一点大。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选了一条怎么讲呢？其实我不觉得你选了一条很难的路相反的，我看到你选了一条其实你喜欢的路。而且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许这个方向你发展的很好你做的很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不错的道路和当前所遇到的阻碍，它是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对比也许
是因为时机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外界条件的因素啊。我看到是，也许这段路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你发展的很顺利，你走得很快速，然后呢，快速的看到了结果，你很开心。可是呢，可能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好像这个好运没有之前足够，又或者是说这个速度没有之前的快速，又或者是说这个结果没有以前的那么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可能会把你就是自信心有一点打压，又或者是说让你觉得有一点受罪啊。那么当前呢，有一个权杖十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就是把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觉得说要不要变化，又或者是说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你一个人承载了很多，然后呢可能觉得很受罪啊，就是很不舒服的嘛。可能这个不舒服是压力啊，是责任呐心里可能有一点失落呀，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悲观的能量啊，储存在这个权杖十这个地方，感觉到这个外界也有一些变化吧，可能让你束缚了这个手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动弹。也许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结果呢，仍旧没有之前的那么好。OK， 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啊，在这样子能量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入春之后，或者是南半球的朋友入秋之后，我们来看接下来的3月，然后呢到6月份这个时间点啊，它的惊喜改变会有哪些讯息呢？我们来看今天的主牌。第三组牌的朋友啊，选择轻蛋白石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牌。感恩宇宙。OK， 那我今天呢给大家抽到的主牌是一个猫头鹰，跟着你的直觉走。好，这张牌呢，我觉得是贯穿在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我们的下一个季度，也是我们2024年春季这个季度啊，第一个季度。这张牌呢，我觉得有2个很重要的讯息。第一个呢，第一组牌的朋友，因为我看到你有权杖十嘛，所以当前的你可能觉得有一点像是就是堵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处在那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僵硬，或者是说有些东西你可能很想变很想推进，但是却没有真正就是运动的感觉，就是停在那个地方僵持住了，或者是卡在那里啊。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季度啊，入春之后的惊喜变化呢，首先我觉得就是动起来。这个动起来呢，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一种显化，比方说这个事情推进了，比方说这个东西难度降低了阻碍被移除了这个有利于你的东西，希望你又看到了，或者是又有新的希望出现了，这个是外界显化出来的变化。那么在外界显化出来变化之前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是直觉的变化，也就是说第3副牌的朋友，入春后的惊喜改变，你一定会在心里感受到这个变化为先，然后通过你的行动变成外界的变化能量的显现。我们再说具体一点这张牌猫头鹰的智慧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当下的这个局面状态里面，其实这种停滞的17点能够激发出你的，我们在讲你本来就有的智慧，我觉得是本来就有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它并不是说通过课本书籍学来的，这个智慧是你直觉的指引。也就是说，你当前看到这个好像过不去的、有点泥泞的、有点卡住的东西你已经在心里可能有个3、4个想法。也就是说，这个变化的能量在你的心里已经在慢慢的萌生和萌芽了。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些点子，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可能有些点子你觉得不够成熟，有一些声音你觉得不知道从哪里听见的但是多多少少你是心里有这些小萌芽点的。OK， 你一定是有这些萌芽点的。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就是去找到究竟哪一个萌芽点是当前你最希望去发展和尝试的呢？
这边啊，那么猫头鹰的能量呢，也是把你们的思想、把你们的想法、把你们的这种直觉啊，带到一个更加高的一个高度去。因为我看到这个仙子是飞起来的。如果想走出当前泥泞的状态，你需要让自己起飞，而不是停在这个下面，越沉越低。如果你现在低头做事啊，我们在讲低头做事，低头努力，然后不管外面，然后我就做下去，我使劲的做，未必能够带给你最好的结果。当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惊喜改变啊，其实你的心里一边做事，一边停在这里，你的声音已经在告诉你，或者是你的心里已经在告诉你，比方说我想尝试一个这个，比方说你想去大胆的攻破一个那个，或者是你想去学习一个这个，或者是你想去借助某人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这里是3号牌，它也有合作的能量啊。比方说我要去找那个谁谁谁帮我一下，或者是我跟那个人合作一下，你心里已经有了好多个小点子，已经有了很多个小的想法。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我觉得是一边做一边去找到究竟哪一条路是最适合自己的，你的直觉将指引你。所以这个能量呢，如果我们总结的话，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的惊喜，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从自己内在的这个我们在讲身体里面，或者是你跟高我的这个连接里面啊，听到这个讯息，听到这个方向，以及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解决当前状况的一个答案。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去倾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这边看啊，是改变内还是改变外，对吧？是改变内多一点还是改变外多一点？改变内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角度，改变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思维的导向，对不对？那么改变外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行动，或者是怎么样去利用外界的这个大的局面的变化，或者是格局的变化，去改变我们的小世界的变化。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未来的3个月，这个变化是从内引发的，是从你自己引发出来的变化，然后从而改变了你的外界的一个显现，就是你局面，你当前状况的变化。那么未来的3个月，你的直觉能力会增强，你的这种敏感度会加深，你将听到你自己内心告诉你的这个，我觉得是最佳的方案，这个智慧的调整来帮助你继续推进。你曾经能够拥有那个高点，你曾经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你要相信自己，你完全可以复制一个，你完全可以再创辉煌。这个就是未来的3个月我觉得是这个从你的这个内心当中所激发出来的改变而引发的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你当前卡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突破和前进，继续向前，继续发展，继续的去突破自己，应该这样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能量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好，第1张牌呢是金币2。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过你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点子，或者是你的这个想法很多，你会在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呢去尝试一个东西。那么从当前出来的这个牌里金币2它出现的能量是什么呢？你将给自己增加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把原来的东西停滞或者是丢弃，这个增加出来的可能性呢，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点子，或者是说你觉得可能有新的机会，你会一边做新的，一边去把握你过去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就非常像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你之前有一个项目现在可能停下来了，或者是现在做的没有之前好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呢，你可能会去尝试一个新的可能。新的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跟这个原来的项目是有一点联系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新的机会是跟原来的项目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却能够在资源方面、金钱方面、时间方面给你带来一个能量的补充，去帮你继续想办法推进原来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能量它是相互作用的是相互作用的。那么金币2的能量呢，也在告诉我，未来的3个月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伙伴。
啊，会遇到一个伙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权杖十是一个人承受了很多的压力，一个人呢站在这个孤海当中，一个小木筏里面啊。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对呀，感觉很受罪啊。对，这个觉得十字架上面啊，但是他并没有沉下去，他还在浮在这个水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坚持着啊，你们在坚持，坚持不要沦陷，坚持不要放弃，坚持不让自己掉下去。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金币二，我觉得你们会想办法啊，就是突破当前的这个状态，并且呢，有可能会去寻找新的可能、新的资源啊，来帮助自己去解决现在的一个问题。这张牌金币二给我的能量非常多的是一种注入，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找帮手吧。啊，有没有第三组牌的朋友现在想去找帮手呢？我觉得找帮手这个能量其实挺好用的啊，非常的快。然后呢，也是可以让一个人嘛，其实他是这个我们在讲啊，3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有的时候人还是蛮重要的啊，跟大家一起合作，就是多一点的人进入到你的这个你的课题，你的这个方向里来，大家一起去讨论，一起去分享啊，也许你能够从别人那里借鉴一点什么呢？不仅仅是资源，不仅仅是钱，不仅仅是时间，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啊，每个人的这个强项都不同。当你跟别人去敞开心扉聊一聊，或者是听听别人的建议的时候，也许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些灵感。未必是死搬硬套啊，但是呢，也许这个灵感就是你当前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对吧？因为我觉得你的直觉啊，会带领你去想办法，你的直觉会带领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和本质，并且随着它去转变啊，去看向一个我觉得你心里真正的这个彼岸。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阻碍，它看起来好像让我们的这个步伐变慢了，但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第三副牌的朋友，慢下来，所谓的阻碍，也许是宇宙的大手在保护你，或者是在指引你去走向一个更好的，或者是更加适合你的方向。毕竟人生呢，像一个地图，非常的蜿蜒，我们并不能够去提前的预知和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和我们理想真的是一致的吗？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得跟着这个宇宙的能量一起去走。也许按照你原来的这个想法走下去，未必能够长久的让你成功。当前的这个阻碍，也许恰恰是让你重新思考，或者是重新去规划你的这个人生道路的一个好的机会。无论这个人生的道路是有关于你的职业发展，还是关于你的一个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能量啊，这边我也看到了一些跟身体健康有关的事情，就是也许你去追梦，或者是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忽略掉了一些点，你忽略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基础的东西。那么宇宙当前呢，让你慢下来，或者是给你一个阻碍，也许是正好让你去看一看你曾经忽略掉的这个能量和信息，让自己在这个时间段里去补足。比方说你需要去检查一下身体，你需要去锻炼一下身体，对吧？因为这里是一个土象能量的所以也许这个能量的补足恰恰能够去在这个时候充当一个加油站。没有人在跑高速的时候想去加油吧，非常的麻烦，还要绕下去。但是加油是必要的，因为加满了油，你才能跑得更远，而且加油站的地方也可以提供休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金币二还有当前你所遇到的这个局面，我希望所有第三副牌的朋友呢，好好的去正视它，把握这一次的机会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呢是这个梦的承载者你要相信自己的这条道路，你要坚信自己的选择哦。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圣杯五。这张牌呢讲的是祈祷。我们给这个圣杯注入什么样子的能量，就会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出来。这个是一个能量的守恒定律我觉得当前吧，我们去看这个惊喜的改变有一些朋友呢，当前的这个状态我刚才看到是这个权杖十嘛，可能有一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有一些所谓的负担或者是给自己加入了这个枷锁捆绑那么我看到未来的3个月
无论是入春还是入秋之后吧，我觉得可能会在你的生活里啊增加一个伙伴，或者是增加一个好朋友，增加一个某某某吧。这个人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跟你的生活有比较多的联系。OK，这个人很支持你啊，这个人很支持你，而且这个人呢可能跟你的想法很一致。他不仅仅是希望你能够变好，或者是他希望你能够走出来，或者是希望你能够去突破自我的极限。同时呢，我看到这个人可能还会在你的这个选择里面啊，我觉得是助你一臂之力。所以我这边可以看到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找人帮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还蛮投机的人，就是这个人可能很愿意帮你。那第2个呢，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惊喜改变吧，可能也来自于这个贵人的走入吧。我看到的是有一个贵人会加入你的生活啊，有一个贵人呢可能会来帮助你，或者是说他很希望能够在你当前的这个状态当中吧，就是助你一臂之力。那么这个人呢，我看到他跟你的目标很像啊，或者是说这个人跟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吧。我看到的是他希望的东西和你希望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啊，未来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吧，这个改变我觉得也有关于说对于美好的事物，对于我觉得是情感交流的一种释放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追逐人生的方向啊，也许会忽略一些东西。OK， 我在前面的能量里看到的是梦的承载者是个逆位的嘛，感觉到这个水啊，更多的像是一种泥泞，像是一种有一点就是让人踩着湿漉漉的。可是到了这个地方的圣杯5呢，我感觉到这个水更加的灵动了，更加的活泼了，更加的有这种我觉得是散发力啊，就是这个情绪和爱的散发。所以说未来的3个月，也许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开始感恩，或者是看向周围吧。对，我现在感应到的能量是说，也许有一段时间，过去的一段时间，你们比较专注的在自己做事情。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呢，其实你的能量会有所散发，你会吸引到想去关注你的人，你也会开始关注其他人，他们的诉求，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理想是什么。OK， 也许你会在这种我们所谓的有一点迷茫的时候，看到真正爱你的人和关心你的人，在你人生的这个有点小小低谷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啊，能够带给你那么多的鼓励，那么多的爱。这一点呢，能够让你感觉到很欣慰，同时呢，我也觉得让你的内心啊增加了更多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需要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于是我们就真的可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只是需要一个人帮我们打打气、加加油，而我们就能够在这种打气和加油，或者是认可的状态当中啊，去坚持，并且去获得这个成功，又或者是突破。所以这一张圣杯5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能量得到了感应，你会在未来的3个月啊，遇到我觉得是很关心你的人。这个关心你的人呢，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是你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工作当中学校里面就是遇到的一个新朋友。他们会在你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吧，给你一个惊喜，让你看到是你并不是一个人，你不需要一个人去承担那么多的压力、责任和负担感。在这个梦想的追逐的这条道路当中，我们是需要朋友的，我们需要的是支持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人。因为这条道路，追梦的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孤独的路，而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爱、有感悟，对不对？我们不仅仅是自己追梦，我们也要在这条道路当中碰见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能够理解我们的他。OK，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更多的呢，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情绪的一种释放，一种所谓的让你能够去释怀这个压力，或者是让你重新看到了这个爱的能量啊，其实在追梦的路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笔。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未来的3个月啊，内心非常的柔软，可能无数次的被感动你可能会无数次的被感动，这种感动一次又一次让你的心我觉得是更加的坚定你的选择，或者是让你更加的能够去听你的心声，听你的直觉，然后呢把你带出当前的局面，让你继续去向前进。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2组牌，我们来看一下啊。无论是入春还是入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惊喜改变具体的信息。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呢是 birthday 啊，这边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6月份之前要过生日啊，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这边有什么朋友呢？我想一想啊，双鱼座、白羊座，对吧？金牛座、双子座的朋友们啊，也许呢这边有很多都落在了第3副牌组的这个能量里面啊。那么也许你要过生日，又或者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日派对啊，在等着你去回应。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日派对，我觉得这个生日吧，如果是你自己的，当然了，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朋友啊、家人，他们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温馨的鼓舞啊，或者是力量，让你觉得这个生活啊，就是一下子给你打一剂强行的那个兴奋剂吧，让你觉得我要加油，我要继续努力，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 birthday 啊，这个生日不是你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生日有可能是一个你喜欢的人，比方说你的爱人啊，你的孩子啊，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有可能会新认识的这个朋友。那么在生日派对里面呢，这个氛围就非常的好，对吧？大家有很多的祝词啊，大家有很多的分享啊。那么在生日的派对当中，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好运的一天啊，生日的这一天是你好运的这一天，你有可能会遇见机会，你有可能会遇见感动，你有可能会遇见解压，你有可能在这一天听到了非常明确的直觉告诉你的这个指引和讯息。OK， 如果接下来第3副牌的朋友6月份啊之前你有什么生日的活动啊，有任何生日的能量的话，请你们注意一下，这一天对于你来讲很重要，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往前啊。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啊，我们这边看到6月份你的惊喜改变，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哇，好，这个牌搓了2次啊，来，这个是 leadership 领导能力或者是领导力。这一张牌呢，我感觉到就是说2个能量吧。第一个呢是未来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啊，6月份之前，你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主动权，你会更加多的去控制好你生活的方向。也许有一些朋友当前你可能觉得有一点好像失控，或者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去推进，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按照你想的这个方向去摆动啊，或者是改变。那么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 OK， 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啊，你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拥有更多的力量去推动你想推动的事情，或者是说去 OK 掌控这个局面。你要相信自己啊，这个梦的这个承载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坐的这个凳子，你看他象征着他的权威，象征着他的这个，你看这个书象征着他的智慧，还有这个孩子象征他的这个培育能力和滋养能力。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当前你有一点迷茫，或者是有一点好像觉得这个力量不够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有人把你的力量给抽走啊，那么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一定是重掌权威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力量收回来，哪怕有的时候只是意味着你要更加多的去相信自己。力量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和内在，最能够使你有力量的这个人其实是你自己，绝对的相信自己，绝对的信任自己，能够让你打败很多外界的质疑和否定。当前这个权杖10这个状态里啊，我觉得很多的力量都被一些外界的东西给压住了。那么你要做的是释放这个压力，释放这个心理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给自己的一些负担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严格，你需要去更多的相信和信任。我们看这个领导人啊，他仿佛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在看着这个天，我觉得这个是神啊，这个是宇宙，是神赐给他的一个宝具，他把剑都放下来了，这个仿佛是一个圣杯的能量。有的时候力量可能来自于爱，来自于包容的心，来自于所谓的对这个大众的悲悯。
一颗有慈悲的心，很多时候就是力量，爱就是力量。所以这个小天使，你看，再给他戴上这个王冠，给他去境觉加深。OK， 所以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的美好，你们的心愿，你们为了别人的这种爱的能量啊，我觉得是真正的这个力量的源泉。我们都在讲啊，那为自己的时候啊，拼尽全力，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偏，变成自私，对不对？但如果你这么努力，或者是你想做成的这件事情啊，是为了大家，那么宇宙呢将会在未来3个月给你加持能量啦，给你加持这个我们所谓的贵人也好，对吧？我们这里有贵人，给你加持直觉力啊，敏感度，我觉得是帮助你吧去成就。对。那么第2个呢 leadership 就是说如果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近期你比较的被动，你比较的就是说听外边的声音的话啊，如果那么未来的3个月我觉得你会更加的自主，就是很多东西你都是自己判断，很多的问题可能也是自己的去解决它，或者是说你自己心里自有决断，自有一个你心中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再轻易的被外面的人去动摇啊。如果当前有一点动摇，或者是当前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的3个月啊，一定是收回力量，把主动权、话语权全部都握在自己手心的一个时间段，leadership。最后吧，还是补充一个，那么因为这个能量已经出现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在你的这个道路当中啊，你可能知道，就是这个要对应一下，如果你其实是在这个升职加薪的路途当中啊，那么我觉得也许这条道路之前很顺利，但是当前呢遇到了一些困难，未来的3个月的这个惊喜的改变，我觉得是成功晋级。所以如果当前是处在非常敏感的升职加薪的朋友，在这个阶段的话，那么 yes， 恭喜你，6月份之前你有可能得到这个头衔，这个头冠，就是你成功了。OK， 成功了啊 ，leadership。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是新家，他说搬家将会是帮助你的第一步，就是好运降临的第一步啊。那么这个能量呢，肯定是要对应的，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要搬家啊，一定不是。那么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本来就有计划要搬家的话，未来的3个月啊，你的搬家会很顺利，会很成功。而且如果你质疑这个搬家究竟是对自己有利还是没有利，那么宇宙当前给你了肯定，意思就是说新的家能带给你好运，新家是你新的开始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有些朋友啊，如果你接下来的这3个月搬家、搬办公室 OK 或者是要去改变什么方位的话啊，那么这个改变呢，我觉得是比较好运的。宇宙当前给出了这个讯息啊，这个方向是对的，改变这个方位能够让你的运势提升，能够让你当前的这个泥泞啊，也许就能够化解了。OK， 新家，好了，那最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指引能量，我们来听听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给你。感恩宇宙。好，宇宙，请你给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一些指引啊。感恩，给你当下的指引哦。好，第1张呢是声音的疗愈，这张牌非常清楚啦。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现在的你呢，一定要让自己放轻松。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连接到的能量当前呢，你有压力啊，你可能心里觉得有一点孤单。那么这些能量呢，你可以通过音乐或者是声音的疗愈，比方说有这个频率的音乐、轻音乐，你喜欢的音乐啊，能够带给你力量和积极的音乐，让音乐帮你调频，让音乐让你静下来，让音乐呢去我觉得是扫清一些你思想当中的阻碍，或者是一些我觉得是一直在困扰你的思想，或者是一直在困扰你的事情，让音乐让爱去填满你的心。
从而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从而可以让自己的心就是说静下来，或者是让你的这个不断思考的大脑可以停下来一下。所以当前宇宙给你的第一个信息呢，是用音乐疗愈自己，你需要它，你需要这份疗愈，好不好？好，第二张牌，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感恩宇宙。宇宙给你的第二张牌是 Look to the star， 向上看，看天上的星星。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过星星啊？其实看星星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平静。当你看到满天的星辰啊，你会看到那种很奇特的一种魔力，就是宇宙之大啊，宇宙之大。每一颗星星它看起来很小，可是你知道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多时候啊，我的经历是，当你静下心来看星星，你会发现星星越来越多啊。刚开始的时候心不静啊，你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等你心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满天的星辰，越看越多。如果你想找星星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星星啊，对你就是呈现它的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很奇幻的，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我觉得宇宙是很希望你看开一点，看开一点。宇宙很大，很多事情都很奇妙，未必是我们当前以为的样子。当你看到满天的星辰，当你看到这个日月的变化和更替的时候，很多事情也许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了不起了，对不对？一旦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态度改变啊，我们就会境随心转，很多事情就会跟着改变。那么第二个呢，我这边看到了很多的星座嘛，所以呢这张牌也是在讲命运 destiny， 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的命中注定。第三副牌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命中注定，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的话，我觉得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你相信的这个美好的命运，或者是你坚信的这个命中注定，它一定会到来，对吧？如果你相信它，你足够的信任它，它一定会到来。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有的时候你看不见它，可是它却依然在那里。当你给它一点时间，过几个夜晚，你就会重新看到它对你的这个笑脸。所以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入春之后或者是入秋之后吧，这个惊喜改变一定是能够让你快乐起来，一定是能够让你再一次的感觉到啊，就是 in control， 就是在控制你的控制范围，也能够让你去更加坚定啊。我觉得是这个所谓的命运吧。好啦，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惊喜改变啊，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有所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祝福所有的第三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开心。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